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你们来到宇宙闺蜜。我们今天呢有很酷的特别来宾来到这边的。坦白说，一直以来我经营灵性频道，其实蛮少在聊 LGBTQ 相关的议题。但是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夫妇之道。Hello， 我们是夫妇之道，我是阿凯，我是李欧。那你们的频道通常是在聊什么样的主题？其实蛮广的，就是像 LGBTQ 是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嘛。那之前也有来过我们的频道，就知道说我们也有访谈节目，然后也有像是戏剧，只要是跟人相关的，我们都会把它拍成影片，跟大家做对话。这一次呢，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不 OK 的我们也很好》，而且是双封面，而且它有一个惊喜在里面。什么惊喜？它背面呢是这个封面，江江，这个就是一般的群众。对。那你的话应该就是背面吧？我可能会选择插画版的，我不用看到脸。我们默默把它偷偷换封面。恭喜你获得一本新的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谢谢。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你们两位的恋爱故事，从你们怎么样认识啊，然后后来交往的很多的过程，然后甚至跟彼此的家人之间相处的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你们跟整个 LGBTQ 社群里面去经营，然后遇到的那些很棒的朋友啊，帮助你们的人，然后你们去帮助的人。坦白说啦，我身为一个 LGBTQ lesbian，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你们比女生还要女生欸。真的吗？太少女了，因为这本书其实是阿凯你主写嘛，对你主写，然后里面就有讲到说你要跟李欧告白，因为李欧好像没有被人很正式告白的经验，所以你为了要跟他告白，你就是很精心的准备告白的桥段，然后还包含你们不在台北告白嘛，你们在外县市，所以你还找了就他的朋友一起去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朋友的见证之下才要跟他告白。我说是求婚吗？就写一个 love， 因为还不是什么 marry me， 什么 I do， 什么都不是，就只是告白。我就觉得你们整个就是这本书是一个恋综的文字版，以及就是非常 BL 的文字版，但是又不得不说你们的故事里面就是真的会有让人家觉得说。对，恋爱就是这样，就是会这么疯，然后有各种的状况，就是那些小剧场，你们两个人的内心世界跟我们一般认为的男同志的内心世界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少女跟梦幻。其实我们的确刚开始创频道的时候，有蛮多留言说，怎么好像跟我们认识的男同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可能大家认识男同志的方式很多是透过主流媒体，就是新闻会去告诉你说男同志应该长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说，怎么跟我以前想的不太一样？对，但其实我觉得，本来每一个群体它都有不同的样貌。我们两个单纯没有那么喜欢往外跑，或者去有所谓的夜生活。私下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蛮多朋友的生活也都是跟我们蛮类似的。对，哪怕是真的很爱跑夜店的朋友，他其实也是有一颗少女般的心，他们也想要憧憬着粉红泡泡的爱情。我觉得我们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好像看了我们这本书。不管是你是男同志、女同志，或是你是异性恋，或是你只是各种关系里面的其中一个选择，大家都是会有相同的地方在里面。对。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男同志真的长这样吗？真的吗？这是写出来的吗？也不是说女同志都是爱露营、爱养猫，或者是爱看书。对。我们刚刚3个标签直接贴到女同志身上，可是我刚刚3个全中，所以我先愣了一下。有一个还蛮好玩的东西，可能是男同志比较特殊的，就是所谓0号跟1号这件事情。你们在书里面有用一个篇章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对于1号还是0号，我一直很难辨别。因为以前如果以异性恋的框架，会觉得说1号是不是就是比较阳刚的，然后0号就是比较阴柔的。可是我后来认识超多阴柔的1号，所以我就不太理解到底怎么分辨。我觉得这一定不止我们觉得困惑，不然你们就不会撞号啊，对吧？你们自己群体里面也会觉得这个很难分辨吧？只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要准备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的那个伴侣啊，他的位置跟角色，他都是当1号居多。然后我心想说，他长得那么像个小孩子，然后又天真可爱，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要被一个小孩子天真可爱的样貌去进攻我自己，进攻你自己。对，而且我跟他说我很怕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讨论一下，或是做出一个选择出来。身边真有朋友因为撞号，就是所谓撞号，就是可能2个都是1或者2个都是0，然后而被迫分手。就是明明就很爱对方，但是会说，但我们姓氏不合，所以我们就分手吧。但是撞号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吗？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可以去磨合，或者是像刚刚阿凯说的，我们去讨论。对，像我就是转职，虽然我真的是1号啦，
怀疑什么？怀疑什么？我在说你们看影片的人。现在讲没有人会信，你知道吗？外加我觉得当0号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偷懒的角色。为什么？我只要躺着就有人服侍我，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他要做很多前置的事情，他可能需要先去让自己清洗，或者是他会有自己，对，我觉得没有哪一方是比较不辛苦或者是什么。可是我有认识一些男同志，他们说他们是可以互换，就有看对方，不分，对，这个是主流吗？现在主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主流就跟以前我们都会讲 TP 一样，但现在已经或许没有 TP 的这个界限，就是模糊在一起这样。我觉得反而不分才是最开心的事情，你没有跟上，不行，他的身体跟不上。大宝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性这件事，所以从学校开始的性平教育，一直到我们在讨论的性教育这件事情，其实台湾人或者是华人对于性这件事情好像都很难以启齿，但其实你如果不说出来，你的另一半不会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很愿意把我们的所有一切发在粉专上面，或者是拍影片，甚至是用出书的方式，就像宇宙闺蜜频道一样，带领你认识未知、探索的一切。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真的很专业，还会把球做回来，真的是很在，还会铺红地毯，专业。像你们是一个 LGBTQ 男同志的身份，然后书中有提到你们还曾经去佛光山啊，短暂的修行。像同志身份跟佛教徒的身份会有冲突吗？我们之前去，不管是拍寺庙的影片，或者我们带更多人认识说五戒啊、短期出家等等，还是要看里面的长老们他的面对这件事情如何去看待，因为可能会分两派，有一派的会觉得说，本来所有事情都是缘起性空嘛，有因缘它有开始，那我们可能有缘，所以我们认识在一起，或者是可能用一种互生的方式去看待所有的缘分，它如何聚集，或是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但有一些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合常理的，它是不自然、不正常的。我觉得这就是会是一种比较需要对话的地方。对。那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还是遇到像这样子不认同同志 LGBTQ 的这样的族群的人的批评的话，你们通常会怎么回应？就我觉得回到这个频道一开始要创频道的时候，它其实是我们世新大学一堂课的作业。然后我跟老师说，我们要用情侣的身份创这个频道，男同志情侣的身份创夫妇之道。然后老师说，我很支持你们，但是我不想让我的学生在网络上面被攻击跟受伤。那我只回了老师一句话，我是说，身为男同志，这是我们的日常。在学校就被霸凌、被歧视、被攻击跟谩骂。已经有一点金刚不坏之身，也不分男同志啊。其实人类只要面对他不懂、不理解，或是他就会有恐惧。像胖的会欺负瘦的，瘦的会欺负胖的，高的会欺负矮的，矮的会欺负高的。就其实我们好像都会彼此之间会因为彼此的差异，然后会去攻击或者是伤害跟我们不一样的朋友。所有好像负面的能量或什么，只要你选择不带进去或者不收起来，它就对我们有任何的影响。就是我们不把注意力、关注力放在那边的话，其实它就不会对我们造成攻击。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只会去看到坏的，不会去看到好的。身为创作者，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对，就是假设说100则都是称赞你的，但只有那1则是骂你的。我之前也会这样，我会就那1则一直很揪心，然后会一直钻牛角尖在那1则。但阿凯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一方面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那另外是有这么多人肯定跟称赞我们，你为什么要去钻牛角尖那1则留言呢？”对，所以到后来就是久而久之就不会去在意那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你应该也有占有大概几成的功劳在里面。还记得你来我们频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传讯吗？然后我整个就大哭2年前我有去夫妇之道，然后那个时候芬多奇有下来跟他们聊关于同志这个议题嘛。然后我记得你们那个时候问到说，有一些通灵人就是在神明上升的状态下会说同志是不好的，是否定的。然后那个时候，芬多奇就回答说，那是因为所有的传讯都是透由这个通灵人他的认知、他的环境，所有的讯息会透过这个人的滤镜、他的知识库再去转译出来。所以如果这个人本来他就认为同志是不好的，那他就很容易转译出这样的讯息。那他又在一个传讯的状态的时候，有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啊，这是纯粹的神的旨意，所以就会觉得啊，神是不是觉得我们都不可违逆这样子？不可违逆，我的存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可我就觉得不是啊，我有问题，那神干嘛创造我？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跟神的阶级，以及我们跟通灵的这件事情，很多的理解，就是一次一次的在这个当中，我会有很多的翻新，很多新的认识。
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关于自我认同，还有怎么面对外界的批评啊，然后。其实，在书中你们也讲了很多你们伴侣之间关系之间的那一些沟通，还有相处。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对外面不理解你的沟通，可是如果回到2个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我也有发现，有时候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为了要满足对方，会把自己缩得很小。你们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刚交往的那几年，应该会把自己缩得蛮小的。就是因为还不了解对方嘛。其实有时候在热恋的时候在一起，会觉得对方什么都很好。可是会把视野或者是视线都放在对方身上，然后有时候会希望对方开心或快乐的时候，会忽略掉其实自己也会有很多可能需要被重视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会成为一个理想中的情人，可是可能很勉强自己。对，像我第1个月完全不敢放屁，可是你们住在一起。对，你就知道我多辛苦，因为我想要成为那个理想中的情人。因为我觉得。理想的情人是不会放屁，他就会有一套惹火我生气的方法，你试试看。你为什么不讲？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就没事。你刚刚那个看起来就是有事啊，哪里没事？你就是有事，你赶快说。直接爆炸。而且有时候你没在生气，他就会说你是不是在生气，然后就是在生气。那个点就是惹火我生气的点。然后每一次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生气？他说还不是因为你。我说为什么是我？通常惹怒别人，然后都不知道是我因为惹怒他。那我有到中期的时候，我觉得就压力升，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就会生气。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说：“好，我现在要生气了，我们先不沟通，我们1小时后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在最激烈的时候，你需要一个 pause， 一个暂停。对，反正就是我一直很想当演员嘛，所以我一直在试。你不是一直有在当吗？对，但是演员就不稳定，然后我就是很想，我就很重视试镜机会或什么的。有一次我带他去试镜。然后呢，我初选就没有上，然后他被导演相中，导演就为他量身打造了一个新角色，他就非常的心里觉得心情很不好，压力很大什么的，每天哭。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要推掉那个角色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说，哇，我好像可以体会他的当时的环境跟压力，以及他想要推掉的原因。可是我这么重视的东西，你这么轻而易举说不要就不要，我也有我觉得很不开心的地方，我就跟他说，好，没关系，那就推掉。但我们明年这部戏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看这部戏，因为如果我看到的这个角色，然后最后这个角色还不小心红了，我觉得我可能会恨你一辈子。然后我那一天听完之后，我觉得不行，这个字对我来讲太重了，我就跟他说我需要出去外面透透气。这是交往9年来我第一次离家出走。透透气不就是1-2个小时吗？啊，对，这叫离家出走。对。我们只是分隔12天，我们都可以说它是远距离了，你觉得呢？我们来聊聊李欧在学生时代有被霸凌的经验，在认同的路上经历了种种困难。我觉得霸凌是好，这不要远距离了。你们是真的想聊远距离吗？就10天有什么好聊的？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他比较能够讲。我没有经历过被霸凌，或者是因为外表气质或者是不一样的状况被攻击的时候，他会比较，因为他其实国中、高中到大学都有被霸凌的啊。因为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阴柔的男生哦，然后外加我那时候蛮胖的，我那时候大概80几公斤。哇，是蛮胖的吗？不是，哇，你怎么瘦下来？真的是难听的话就听过，什么死人妖啊、死娘炮啊、娘娘腔啊。那你一开始会觉得很受伤？当然很受伤啊，我就回去跟我妈哭啊，然后我妈就说。哦，你同学说你走路内八，那你走路就外八，你同学就不会欺负你了。对，但我能够理解，就是这好像治标不治本，所以但我隔天就是外八去上课，对，然后好像又被欺负，然后后来我妈说，那你声音太高，你声音压低一些，你同学就不会欺负你了。对，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妈好像在逃避，或者是我妈也没有一个真正去帮我处理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做的最多的事情了。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的房间小小的，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海报，写就是 Keep Smile， 保持微笑，然后下面有一行话写说我要去上课，因为他好像那时候被霸凌到，他大概有请了大概快100多节的课没有去上课，因为去学校就会被欺负，去厕所可能就会被拉到，就别人就说来看一下你有没有就是小鸡鸡啊，对啊。或者说他去隔间上厕所的时候，就会有水从隔间上面泼下去这样子。我就想要说，他是如何让自己可以走过那一些可能攻击跟伤害，然后让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远离那些会欺负我的人，然后我就去找到了
自己的安全感跟归属是我去当志工。一方面，我那时候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说反正大家都不喜欢我，那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世界？但是在当志工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可能是病友也好啊，或者是独居老人什么，你就会觉得说他们都那么努力用力的在这个世界活着，我要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离开这个世界吗？对，然后从中去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因为当你去服务他们或者去当志工的过程，大家都会给你很正面的回应，就说啊谢谢你来当志工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是一个蛮好的人，我好像是有被需要的感觉。因为做频道是大家都会看到嘛，然后做完频道之后，听说有几位有私讯他想要跟他道歉，对，想要道歉，但他也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的，因为就已经是已成定局，后来再过多的善意或什么，他当然可以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悔改、去修改，没有关系。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个道歉其实没有必要。对啊，就像贴标签一样啊，你贴了你撕掉还是会有残胶啊。那你就算跟我道歉，当时的伤害其实还是在啊。对，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不要再去阶级复制，或者去伤害到更多的人。既然你有这个意识到，那你如果未来有小孩，那你应该要去教你的小孩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会随着时代去汰换跟转化的。什么叫做正常？这个定义是会一直改变的。对啊，所以我是蛮喜欢，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这本书上面，就是写了非常多你们的关系的练习，然后你们面对自我的认同，然后你们面对外人的认同，然后还有你们彼此之间怎么样去磨合。然后在这个当中，你也经历了很多的从小被霸凌的经验，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出柜也等于全家人的出柜，类似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你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然后你们长出了力量，然后这些力量你们就拿出来，就陪伴支持你们的人。那我们今天呢，也想要赠书给我们的朋友们。那有2本，这是2个封面，对吗？对，还帮大家换了这个封面。那今天李欧跟阿凯会帮我们直接签名，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影片下方提供怎么样得到这2本抽奖书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就谢谢你们，谢谢。